回顾近几年，我们正身处一个前所未有的快速变化时代，科技发展日新月异， AI 让工作形态颠覆传统，让人不得不重新审视生活方式。疫情的冲击尚未完全消散，我们却已开始适应更灵活的生活与工作模式。在这样的背景下，我们越来越感觉到停滞不前等于被世界甩在身后，不努力前进不仅仅是落后，更可能失去选择的权利。而2025年即将到来，为新的一年定计划，变得不再只是一种仪式感，而是重新掌握人生方向的一种实际行动。在开始定新计划前，请先进行5项必要思考。第一项，回顾过去的得与失。人生如露珠般短暂，过去的经验并非用来懊悔，而是用来让心更加透亮。以平常心检视过往，能让我们更清楚未来的方向，能更了解自己目前的位置。过去1年中，我们是否用心品味过每一份努力的成果？或许完成了一些小愿望，也经历了些许挫败。这次是很好的反思契机，试着写下过去1年你的成就和失败，并问自己，这些经历带给我什么启示？接着第2项，找到自己的核心价值。佛教提到正见2字，代表着正确理解生命的本质，找到与自己生命共鸣的价值，能帮助我们在面对选择时更加坚定。而核心价值如同人生的北极星，问问自己，什么事会让你感到活着有意义？什么对我最重要？例如，保持身体健康，或是身为家庭贡献的重要一份子等等。来到第3项，确立行动的动机。佛陀提到发心，希望我们能带着纯粹和正念的心去行事。问问自己，这件事是为了满足虚荣，还是源于内心深处的渴望？没有动机的目标，宛如没有灵魂的躯壳。如果只是因为别人都在这样做，自己也跟着做，那么这个目标可能无法长久。内在的动机才是驱使我们持续往前的根本。再来是第4项，现实与理想的平衡。生活是中道的修行，既不过度追求，也不轻易放弃。在目标设定上，既要挑战自我，也要给自己喘息的空间。许多人定目标时容易极端化，要么过于保守，要么野心勃勃却难以实现。理想与现实的平衡，就像种一棵树苗，需要阳光也需要土壤。最后第5项，准备好接受变数。生命无常，计划也如是。即使定好了目标，也可能因外部环境而需要调整。与其死守计划，不如在心中预留弹性，学会在困境中调整脚步。在我们仔细思考清楚以上这5项后，接下来我们还需要避开常见的10大误区，才能让计划真正有用，而不是空谈。误区1，设定过多目标，导致分散精力。若目标如星辰般散乱，心思便难以凝聚。试着将有限的资源专注于最重要的事，才能如阳光聚焦般燃烧出生命的光芒。与其同时追逐多个目标，不如问问自己，哪些目标真正符合我的核心价值。误区2，缺乏具体执行步骤，只停留在纸面上。计划如同地图，若无路线标记，再美的地图也无法指引方向。为每个目标设定具体的行动步骤，就像在地图上画出清晰的航线，让未来的每一天都有迹可循。误区3，忽略自己的实际能力与时间。适切评估自己的能量与资源，才能如河水流经石头般顺势而行。许多时候，我们高估了自己的空闲时间，却低估了完成事情所需的精力。正视自己的现况，才能走得更稳健。误区4，受潮流影响，设定不适合自己的计划。外界的潮流如浮云，追逐不定，而内心的真实却如山岳，沉稳不移。
流行的方向未必是你的方向，试着静下心来，聆听自己的内心声音。误区5，把目标设定成与他人竞争，而非自我成长。生命的跑道并非与人竞逐，而是与过去的自己同行。把目标聚焦于自我提升，而非在比较中迷失自我。记得，真正的成长来自于每一天都比昨天的自己更好。误区6，忽略沉没成本，忘记检视进度，无法及时调整。沉没成本是许多人无法放下的执念，投入过多却不愿意转换方向。目标如航海，定期校准航向，才能抵达心中的彼岸。每夜自省是必要的，就像船长每隔一段时间需要确认罗盘，避免越走越远。误区7，追求完美，结果什么都没完成。放下对完美的执着，才有可能在不完美中发现圆满。试着告诉自己，现在的完成比未来的完美更重要，这样才有更多机会从错误中学习与成长。误区8，把计划视为束缚，而不是助力。计划应如攀登者的绳索，给予支持而非束缚。若感到受限，试着重新检视目标的设定，看看是否需要增添更多弹性与创意。误区9，短期内过于用力，导致后继无力。行动如呼吸，需张弛有度，才能持久进行。给自己留出恢复的时间，将工作与休息结合，让步伐更加均衡。误区10，指定大目标，却忽略中途的小成就。每一个小小的里程碑都是生命旅程的风景，值得欣赏与庆祝。就像登山者会欣赏每段风景，让这些小成功成为支持你走下去的动力。以上这些误区看似微不足道的细节，却可能让计划失去作用。因此，我们要好好的检视自己是否正陷入这些误区中，并随时做出适合的修改。当有了以上的必要思考与误区检视之后，接着将分享以下7个具体练习。首先是第1个练习，问对问题，找出真正的目标。计划的根本在于对自身需求的深刻理解，像是巴菲特以清晰的目标感闻名于世。他懂得问自己，这件事是否真的重要？我们该问问自己，如果这是一生只能完成的3件事之一，这会是其中之一吗？接着，请想象未来10年后，现在的选择是否依然重要？此思维如佛教中的观远，以长远视角看待当下的选择，避免被眼前的诱惑分心。接着是第2个练习，采取最小化的行动法。计划不是巨石，而是一颗种子。乐天市场三木谷浩史说的，每天比前一天进步1%就足够。从小事做起的方式能帮助我们实现大目标。请将目标分解成周计划与日计划。例如，若目标是学习一门新语言，第1周只专注于每天学习10个新单词。达成小目标时，内心的成就感自然会驱动下一步。再来是第3个练习，使用沉没成本的检视法。计划中最常见的障碍是对沉没成本的执着。我们往往投入了大量时间、金钱或情感，却难以放下错误的方向。然而，正确的决策逻辑建议是，与其坚持错误，不如转向正确。佛教亦强调放下，当我们不执着于过去的得失，才能更轻松地迈向新生。请每月进行一次计划清理，问自己，这件事还值得继续投入吗？还是该调整方向，将不再有价值的计划剔除，释放能量，专注于更重要的事。然后进入第4个练习，留出无为的空间。计划并不等于拥有每一分每一秒的掌控，因为时间的弹性能为未知的机会保留空间，而适时的留白能让自然的节奏引导行动。请每周至少安排1到2小时的无计划时间，允许自己自由探索与反思。在这些时光里，
你可能会发现新灵感，甚至修正原有计划。紧接着是第5个练习，设定阶段性奖励。目标的持续性需要正向的回馈机制。成功的企业家们已深谙这一点，并且懂得在过程中庆祝每一个小里程碑。就像特斯拉的马斯克会在完成一个重要项目后给团队庆功，而佛教的随喜心亦强调对自己及他人的进步感到喜悦。这种正向的能量是努力的最佳助燃剂。请为每一个小目标设定简单的奖励，例如完成1周健身计划后，允许自己小小的放松一下，与朋友共度一顿特别的晚餐，因为每一次的庆祝都是对自己的肯定。接下来是第6个练习，创建支持系统。无论是个人目标还是团队目标，支持系统都能让过程更加顺利。成功人士善于寻找导师、合作伙伴或心灵支持。陪伴的力量能帮助个人稳定的前行，彼此的陪伴与鼓励让旅程更有力量。试着找一位目标伙伴，每段时间检查彼此的进度。这种方式不仅增加了承诺感，也能从交流中获取新灵感。最后是第7个练习，感恩融入计划。计划的本质不仅是实现目标，还在于心灵的丰富。全球成功人士都懂得感恩身边的人事物，这让他们能够不断汲取新的能量。佛教观中的感恩心让人明白，一切的努力来自众缘和合。我们感恩自己的勤奋，也感恩环境的支持。试着每天花3分钟写下3件感恩的事情。这份感恩日记不仅能稳定情绪，还会让你更专注于内心的平和与目标的长远意义。希望透过这7项具体练习，能为订定新计划时能有个明确的方向。在人生这条路上，我们就像在山谷中探索的旅人，计划是那指引方向的星光。无论目标多大多远，重要的是每一步踏实的前行与内心的安定。当我们用智慧设定新年计划时，记得它并非一成不变的承诺，而是一份对自己生活的温柔守护。当挑战来临时，计划是我们的指南；当目标达成时，它成为我们欣慰的见证。在这个即将到来的2025年，与其为达成某事感到压力，不如为如何活出真正的自己感到期待。记得，真正的成功不在于计划本身，而在于你对自己的关爱与成长的坚持。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用心订立计划，也用智慧和爱把每一天过得更充实、更有意义。这一次，我们不是为了改变而改变，而是为了成为更好的自己，为了生命中那些最珍贵的时光。感谢你今天的收看，希望这些佛法的智慧能够帮助你在生活中找到人生的目标。如果你觉得这部影片对你有帮助，请不要忘记点赞、分享、留言你的经验，并订阅频道，让我们一起在修行的道路上成长。祝福大家，我们下次再见。